线材选用8股的手边线以及3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环形起针，第一步钩织包身正面的织片。起针完成，编织3个锁针作为一个长针，然后绕线圈再编织2个长针。接着编织3个锁针，然后在线圈内再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同样编织3个锁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3个长针、3个锁针的顺序，循环4组花样。第4组花样完成之后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第1圈结束，在开始的第3个锁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按顺序再编织3个引拔针，将线引拔到3个锁针的空隙处。第2圈首先锁3针作为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2个长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编织一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重复操作，首先编织3个长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编织一个锁针，这样完成第2组花样。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4次。第4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开始的第3个锁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再编织3个引拔针，同样将线引拔到锁针的空隙处。第3圈首先锁3针作为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2个长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编织5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重复操作，首先编织3个长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编织5个锁针，这样完成第2组花样。按照相同的方法，一共循环4次。第3圈结束，在开始的第3个锁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4圈换浅色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一个锁针。在第1个针目上挑后半针的1根线，钩织一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前面先按顺序钩织4个短针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，跳过转角的第2个锁针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再钩织5个短针。5针结束，在第2圈2组花样之间的空隙处
编织3个长针。第3针结束，在后面的针目上继续编织5个短针。5针结束，编织2个锁针，跳过转角的第2个锁针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再编织5个短针。第5针结束，在下方第2圈的空隙处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2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4次。第4圈完成之后，在第1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5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钩织一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前面先按顺序钩织4个长针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继续编织15个长针。第15针结束，后面编织3个锁针。在下一个针目上继续编织长针。我们按照前面的方法，在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，在转角的位置编织3个锁针，一共循环4组花样。第5圈结束，最后不需要引拔针，将线剪断，与开始的第1针做一个无痕衔接。首先跳过开始的起立针，将线穿过第1针的整个针目，然后再将线穿过最后1针的后半针，这里形成一个辫子针，相当于第1个针目，最后将线隐藏到织物的背面。第5圈结束，这样完成包身正面的织片。利用相同的方法钩织8个织片，然后每4个织片一组拼接起来。将织物的边缘对齐，由转角的第2个锁针开始，挑针目上方的2根线，利用卷线缝合的方式拼接。4个织片拼接完毕，这样完成包身的正反面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包身侧面的织片。侧面织片的第1圈和第2圈与包身正面的织片钩法相同，这里不再赘述。第3圈换浅色线，将线钩出，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钩织一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在转角的第2个锁针上编织一个长针。后面锁1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再编织9个长针。第9针结束，在转角的第2个锁针上编织一个长针。后面锁1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长针。我们在每个转角的锁针上各编织2个长针，在其余的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，一共循环4组花样。第3圈结束，同样在开始的位置做一个无痕衔接，这样完成包身侧面的织片。
接下来我们演示它的拼接方法。第二个织片先完成第一圈和第二圈，第三圈勾到其中一个转角的位置，在转角的第二个锁针上编织一个长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，接着将钩针取下，在第一个织片转角的锁针上调整个针目，将线引拔钩出，返回第二个织片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长针，然后将钩针取下，穿过第一个织片对应的长针，将线引拔钩出，在下一个针目上继续编织长针，将钩针取下，穿过第一个织片对应的下一个针目，将线引拔钩出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边钩织长针，一边将线连接到前一个织片上，钩到下一个转角的锁针上即可。两个织片的边缘拼接好之后，再将剩余的部分钩织完整。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，一共连接9个织片。包身的正面以及侧面的织片完成之后，下一步开始拼接主体的部分。首先利用记号扣将织片的4个转角固定好，然后将正面与侧面的中间位置固定好。利用卷线缝合的方式，将前后3个边缘缝合起来。针数如果对不上，差出来的1针或者2针，可以在同一个针目内缝合2次，自己调整好位置。主要的4个转角以及中间的位置对齐就可以。包身的部分拼接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在包身的顶部边缘再钩织一圈长针。我们在正面左边的第一个织片上开始编织，找到转角的空隙处，向右数2个针目，在这里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长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同样编织一个长针，在转角的空隙处编织一个长针，在下一个转角的空隙处同样编织一个长针。我们在侧面织片的顶部钩织13个长针，在正面织片的顶部钩织17个长针，这一圈一共钩织94个长针。顶部的这一圈长针完成之后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包带的部分，第一排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19个长针。19针结束，第二排锁2针，翻转织物，在第二个针目上开始编织，按顺序钩织16个长针。第16针结束，在剩余的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2针并1针。第3排同样锁2针翻转织物，这一排针数不变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17个长针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锁2针翻转织物，在第二个针目上开始编织，按顺序钩织14个长针。第14针结束，在另外一端编织一个2针并1针。第5排继续锁2针翻转织物，这一排针数不变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15个长针。第5排结束，第6排锁2针翻转织物，在第二个针目上开始编织，按顺序钩织12个长针。第12针结束，
在另外一端编织一个2针并1针。后面第7排到第14排针数不变，各编织13个长针。第14排结束，第15排换深色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2个锁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第2个针目上开始编织，按顺序钩织10个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另外一端编织一个2针并1针。后面第16排到第22排针数不变，各编织11个长针。左侧的包带完成之后，我们在另外一侧对应的位置重新起线，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后半部分。2个织带完成之后，将顶部的位置连接起来，然后将上半部分的边缘缝合固定。包带的部分缝合完毕，最后在包身上钩织一段锁链作为扣眼，在正面缝制1颗纽扣，我们这款祖母单肩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